业多久了？我待业好几年了。好几年。就自从认识钟丽缇就不用工作是吧？很多人是这么想的，对，其实真的也是有难度，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好像不用工作，然后就不找我工作。其实我很想工作。那熊黛妮，你没工作就因为你嫁人呐，你去享受生活呀。其实如果说是工作的话，我现在在做直播，但是我是说是演艺的工作，演戏我是大概差不多2年没有演了，而且上一部戏还是跟郑宇监制一起演的。哦，对呀，我垫了几层那个鞋垫到我脚疼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不用垫，你不用垫，我这个高度我们都演个夫妻。真的吗？对，也辛苦志伟监制了。啊，就从头到尾都坐着，他没有站起来。好，那就开始自我介绍吧。好，那戴琳，你先休息一下。好的。来，人说。Hello， 各位导师好。然后我的名字叫做张伦硕，我身高1.82米，今年是44岁。首先呢，我是钟丽缇的老公，3个孩子的爸爸。这个为什么我一上来要这么介绍我自己呢？因为这几年新闻上、网络上对我很多的报道，大部分是围绕我的家庭，围绕我的老婆孩子。我觉得这个是我要面对的事情。在过去的5、6年吧，我上了差不多50多次的这个头条的热搜，但基本上都是关于家庭的生活的八卦的一种编排。然后就更离谱的呢，就是有一次我老婆直播的时候呢，粉丝非常的支持她、鼓励她，她就感动的哭了。当天晚上我就上热搜了，说我给她创造了一个悲惨的人生。但是好像很对味啊。有一些新闻一贴在这个人身上，突然就会觉得，哎呀，不好抠这个瓜。那为什么贴在你身上会那么对味？就是我也是觉得，就是他们练了我一个很厚的心脏。但是我是可以跟你分享一下，因为我是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说，而且不光是传说，还有了很多结果。我以为我永远不能够当演员了。当我出来当演员的时候，就碰到刘涛，然后当时我一说刘涛演公主，就该我说话，然后我就说公主，然后眼前都是所有的星星在乱飞。飞了以后来了10几遍，后来导演就说停，就是撤了，今天就收工。然后下来的时候他们讨厌，我们把它换了吧，这脑子都坏了。但是我仍然坚持在横店，因为那个时候我1分钱都没有，负债累累。于是我去跑龙套，跑龙套就是你们在谈事儿，我在旁边站着，然后站着说拿水来，拿水来，50块钱1天，整整1年，我的外号叫横店第一漂。但是今天我仍然在这里重写自己的人生，不怕从头再来。所以呢，因为你也有这样的情况，我就鼓励你不怕。谢谢。因为他们这样对你是帮助，对，我也是让你非常有名。谢谢老师。对。哎呀，来给你出个题吧。哎，好嘞。你的妻子病重病危，且失语，你到医院去看望她，跟她做最后的告别。我们请刘涛老师来给你配合。哦，好的，太好了。好久没出手了，刘涛老师。好久没出手了，一个病重的失语，没台词，脑子清楚说不出来，你在考我呢？对，不许你说话。我把口红擦一下，要不然影响人家看着我的那个情绪。对，你看这就是专业演员的敬业，你看这就是职业道德。好，
你可以吗？这样斜靠着。我这样靠着吧，我这样靠着，你给我架子，我这样架着不就行了？哦，来来来，是吧？对，来了。哎，你没睡啊？怎么样今天？我感觉你气色好一点了。还是那么好看。哎，我看你这衣服，他们没给你整好吧？好好好，放松啊，一切都很好。我跟你讲啊，家里面一切事情都非常顺利啊。小宝他在夏令营也特别的开心啊。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穿的都是特别有范儿？这不张敦硕同款吗？你不是喜欢张敦硕吗？你看，以后我跟你讲，你就别再说我邋遢了啊！以后你要记得，你老公也能帅一把，好不好？别说话，嘘。我给你看看小宝的那个视频，好不好？视频，哎，我那个手机在哪儿？我去找一下。小宝的视频，小宝在夏令营呢，特别好啊！别哭，我知道你想他了啊。给他看看他的视频，让看一下。你看看吗，小宝？踢球呢，黑了点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高兴的不得了呢。我跟他说了，妈妈过几天就好了，他也放心啊。他也没有担心。变得越来越美啊！啊？谁吧，谁吧，谁把我的宝贝，谁把我的宝？好，可以了。非常棒，非常好，谢谢你。好厉害！哇，这个助演真的厉害。高级助演。哎，这个是您的手机，里面有一张我们俩的合影，回头记得发给我。哎，你怎么打开手机的？直接点开拍照就可以了。哦，这样子啊？哎呀，我都不知道哎。他的设计很好，他起码一来就做悲剧好，就比那些老对，老婆是放心的，状态是放松的，放松的但是你只停留在你的语言上。你的底蕴是要用你的欢乐压着你的悲伤，但是你好像底层没有太多那个。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差距什么呢？就你一进来已经知道，已经差不多时候了，说进来是悲伤的，但是反过来你不想看他，但是你转过来你要保持那种没事。哎，对，我喜欢的，对。做起来感觉没事，但是你知道已经不行，所以进来的表情跟坐下来的表情是两样，这样观众就会晓得哦，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呢，我们常常艺人的对白一根语气把它讲完是错的。我感觉你气色好一点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家里面一切事情都非常顺利，妈妈过几天就好了，她也放心。其实讲对白的语气是非常重要的，什么时候用气声，什么时候用什么声音，这是完全两回事的。这戏跟声音一起才能带动观众啊。
你只是睡着了的时候情绪有点转变。那张伦硕，你到医院探望过病人吗？我去过，医院的病房门是有窗户的。对。但是他病危，你们指定说是在医院吗？好，病重病危，到医院去看望。刚才说是在医院吗？当然说了。说了。所以这些东西你都要注意观察。但是我想说一句啊，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，一个录制节目，要这些选手去完成一些动作的时候，这么一点点时间准备，都是很难进入的。对，我们平时在演戏当中，要进入一种状态是要酝酿的。谁来跟我说话，我是很不开心的。马上就要进入的话，要演到我们眼中的标准是很难的。你这个观点不是理由。不，我认为是理由。那刘涛过去之后，他事先准备了吗？他为什么可以眼泪哗哗呢？因为他站在这个，他为什么可以？他为什么都能接受他呢？李老师，因为所以他关键是他，因为所以是他太冷静了。因为所以是他站在了这个无限超越班，而不是刘涛老师，是他要成长，不是他要成长，这个就比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不，都是刘涛你不对，你那就是演得太好了。我觉得两位老师说的对。他表演的哪些不足，我们去给他提出来呀。我给他们，你现在认为我提出来的不对吗？对，那不得了吗？我肯定的，但是也要谅解他们呀。那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人家跟观众解释，不是跟你解释。不用跟观众解释。我当然要解释，为什么不解释？那要不然办无限超越班有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如果说你给他准备在别的场所，可能他演得更好。是，他们也不容易，已经很好了。但是我们必须要讲，是为了他们更好。对，他们来干嘛？就是来听我们这些人说这些的。太可爱了！哇！老师，没有人敢跟你这么吵，也就是我跟你吵起来了。每一次都有类似的这样的辩论啊，但是伦硕，你是一个上了4年大学表演系的本科毕业生，以及后面所有的学员不要乱鼓掌。我是一个表演老师，即兴表演是表演训练的重要的一部分。如果即兴表演完不成，对不起，就不是职业演员，好吗？好不好？老师们，我可以说2句吗？可以。我认为，如果我的演技真的达到了刘涛姐这样的水平，我可能在演偶像剧的时候就会一路在走。对的。所以我能来到这里，我就是首先承认自己的不足，我就是想来学习的。对。可能我觉得你就是太久没演了，我感觉到你的状态还是一个演员的状态的。我觉得你应该会的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谢谢各位老师啊，谢谢。我上学时候就这样，演完戏就要把它搬走。哎呦，邢奈玲来。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熊黛林，我入行26年，做演员18年，然后这是我的 PPT。我是1999年偶然间经过一个商场，那时候商场的门口是有模特在表演的，我就好奇的过去看了一眼，也就是因为我看了这么一眼，就被星探发掘，然后我就开始做模特了。然后我有个秀导的朋友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其实你的外形是很适合去中国香港发展的，然后他就把我之前的香港经纪人介绍给我。2006年就正式的去中国香港去做模特了，一路也是非常顺利的，因为一过到去，然后大家真的很喜欢我的长相，就非常多的工作蜂拥而来，就让我出名了，非常幸运。2008年就接到人生的第一个电影女主角，非常幸运是《叶问》里面的张永成。打什么打呀？
你当我们家是武馆的？这个我看过。慢慢，我真的就爱上演戏了，然后就拍了一些作品。人唔可以單睇外表㗎，最緊要有內涵。漂亮，真係唔係公主咧？咩係公主啫？但係我想知道點解你哋唔自己生呢？這一生就拼了，待會就死。我現在緊張的會吐。我憑什麼給你答案？我憑什麼喝這杯酒？你要換一杯。換一杯！哇，好感太牛了，很好。大家都觉得这些是我的代表作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代表作，因为我理解的代表作是，大家一提到这个作品，他第一个时间是想到你，然后那个作品才能成为你的代表作，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叶问是子丹的代表作，不是我的。但是我成为这部作品的其中一员，我非常的感恩，非常的珍惜。我已经快2年没有拍戏了，第一眼看过来就知道我的弊端是什么，就是太高了，就是太高了，每个人都觉得哇，你真的好高啊，然后没有其他东西再讲了。还有就是我的年龄，我45岁了，生过孩子，结了婚了，每个人都觉得，哎，你不用工作啦，你老公养你就好了。但是我在家里照顾了3年的孩子，我觉得我跟社会脱节了，然后天天在家里跟我老公吵架，然后我老公说呢，你出去工作吧，我喜欢以前的你，以前的你在台上你在发光，所以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。我想要从零开始，做一个职场的新人，作为一个演员，新人演员，我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去演戏？谢谢。好，很棒。没问题，但是不能45岁就说你没有机会了，还早得很嘛。对，因为我的起点太高了，然后很多人找我演戏，他不敢找我演配角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多失落，本来有个机会的，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不会演短剧，大家觉得我不会演配角，就不敢来找我。所以我今天也是很想跟大家说，无论是什么剧，无论是什么形式，无论是什么角色，只要有机会，我是可以的，我就会去做。这是对的，很正确。就好像说过去你是靠很多的运气，所以你机会找过来。现在我觉得你是在寻找机会，把握机会。你现在要寻找的是除了运气之外，我还有的底气。那来吧，我们开始小考了。好，你要演一个长期被忽视与误解的妻子，然后向你的丈夫倾诉生活的压力，但是这位丈夫呢，却不断的指责你懒惰、别有用心，所以你经历了很多年的委屈与疲惫，让你彻底的爆发了，做出出走的决定。演我的丈夫。你不是大志伟哥，志伟哥，来哇！哇！这个高度差不多，这个你一直坐着好了。好，拿个椅子来，拿个椅子来。志伟哥，你气场2.8米。我可以申請我去換個鞋可以嗎？因為我要做家務之類。對，去吧，去吧。我很快回來。可以了。哎，来了。来，开始。我妈今天有打電話給我，說什麼了？她問我最近過得好不好。那你說挺好就可以了嗎？我說不出口。什麼意思？我只是最近太累了。累什麼？又不用上班累。哎，真是。这家里这么多事，不是事吗？做个饭，收拾家里房子，这也叫累吗？这不是每个女人都在做吗？
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会累？我每天也在外面赚钱了，你还不满足啊？也有过关啦、哎，我刚刚上厕所，我还发现厕纸都没了。你在家里干嘛呢？真是。我在干嘛？别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。我伺候你那么多年，你又来了。每天看你的眼色，你高兴的时候家里就很稳定，你不高兴的时候，全家人都战战兢兢的。我突然很想问你一句，凭什么你就能对我指手画脚？凭什么你就是一家之主？凭什么我就是免费的保姆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什么？我想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我要有我自己的事业。我不是一个保姆，我也不是一个人的附属品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个人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等，我在等你，等你哪一天能够看到我。可是你从来没有。你干什么？你说的这件事情谁做都行，我不做了。你又在闹。走去哪了？我不知道去哪里，我只知道一件事。我要离开这里，我不要再这样过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为我自己活一次。你还不是明天就回来？哎，女人真的是莫名其妙的。好的。哦，来，要这样子。谢谢。我太矮了是吧？好有喜剧效果。哎，好吧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对不起，可能很好，很好。这个戏的节奏，还是很好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会不太理解你为什么一直在用气声，而且那个肢体很僵。但是刚好呢，你又是这样一个受气受了这么长时间压抑的那样一个人物。我真担心你一直是这样，那个就失败了。对。后来你那一下爆发，一下就层次就出来了。因为会想到头那几年我要在家里照顾孩子。2个小孩24小时轮番轰炸我是处于一个疯癫状态的。对，但是我先生回来，我要压抑自己，我不能把我的负能量带给他，因为他出去他也很累，所以我就很有体会。我在家里就是要，我为了这个家好，我要忍，真的要沉下去。但是要爆的时候，就是不理解，那我肯定会爆。我选一个废懒，废物一样的，特别棒演的，要这样子才让你有多点想象力。后面我希望你有变化的时候，我眼神才给你。我只能这样。所以我就很谢谢志伟老师。志伟哥这个线条设计的真棒。实际上志伟哥真的很气人。就我觉得这种完全忽视、完全冷暴力的男性，真的应该滚出家。
会有这样的人吗？当然，就是我认为那个委屈和愤怒，就是他根本不抬眼看你，那个能量应该从那个对手身上来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2位站在一块儿。张伦硕呢，就是你刚才的表演就是太理智了啊，太冷静了。希望你今后能够听进各位老师们的意见哈，也要多拍戏，争取出来。这个女演员呢，其实你的身高不是劣势，我倒认为其实是优势。第二，你的眼睛非常会演戏。那我这一分肯定是给熊黛林，我这一分就给你了。谢谢。这一票我是给熊黛林，谢谢。伦硕呢，其实你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，但是呢，可能需要放掉一些任务，再用一些感受。是。人家老说节奏，但其实有些节奏是自己给自己的，在这方面，我觉得大家都可能需要去找一找。那你们2个已经给到熊黛林了，我就给伦硕吧。谢谢何老师。演对手戏嘛，当然是给熊黛林了啊。谢谢谢谢。我这一票还是给熊黛林的啊，好，我这一票给熊黛林。谢谢。我可以投2个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因为我觉得张伦硕他并没有准备，也没有给他酝酿的时间，一出来就变成这样，我觉得已经算很周到的了。我投他们2个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黛林，我们无限校园班的同学里面，你是其中一个成员了，恭喜你。谢谢各位老师，谢谢各位监制。伦硕，你就先休息一会。拜拜。好，谢谢你，祝贺。来，熊黛林。谢谢。我就感觉第1次面试成功了，就非常开心。第1步已经迈出去了，剩下的都不是问题了，只要我在这里就可以了。谢谢各位老师。好的，恭喜你成为我们无限校园班其中一个成员。接下来出场的可是一山不容二猴啊！一山不容二猴，2个都做猴王了。孙悟空，这出请出殷凯、王铁柱上场。加油！猴哥，加油！加油！哇！哎呦，来了！哇！好帅呀！大家好，我叫殷凯，是一名动作捕捉演员。来到这儿，我想让大家知道，我们动捕演员也是会演戏的。哇！黑悟空和孙悟空。这一身几十斤？好有气势啊！一来就把我们镇住。哇，对手来了！哇哦！哎呦哇！好像啊！给我扇凉了，我感冒了。
太精彩了！两位到底谁是美猴王呢？这个是比较传统戏曲舞台上的美猴王，对，这个应该是黑悟空里边的造型哈。是的，老师。然后这一身衣服呢，就是他当中的主角天命人1:1还原的一套铠甲，大概的重量是在60斤左右。60斤？是的，哇！其实今天来到现场，我们小哥俩其实还想跟何老师合作一段。我们就是辨一辨我们两个到底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。我们想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境。来，你解释。真假美猴王。我应该饰演什么角色呢？白骨精啊。嫦娥。白骨精。对。那我们对着看呗，对着看吧。行，好的。来吧，来吧。嘿嘿，你个妖怪，敢跟我去辨个真假吧？啊！正合此意。哦，哎，嘿，这儿来个老太太。谁说老太太？重新来。啊！你没看见老太太？第一个出来是老太太。走下来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欣姐。你把真心话说出来是吧？我下来我揍你我。不好意思，老师。还没来得及变。我一会儿不投你的票。好你个妖怪！俺老孙看你满身的妖气，必定是妖精所变。你才是妖精！你是妖怪！你是妖怪！那不何妨，你去找个明白人给咱们辩上一辩。正合此意。好。这来个美女。来个美女。好笑。慢走。你是何人？有妖气。妖气？什么妖气啊？我只不过是一个路过这儿的可怜的老太太。刚才还是美女，变化的如此之快，还说不是妖怪。哎呀，齐天大圣啊，真是火眼金睛，老娘是千年不死的白骨精。那你快给俺俩分辨个真假。看看你们俩，你是妖怪，谁是？他是妖怪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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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。打一架吧，谁赢了，谁就是真的齐天大圣。妖怪，看吧，来吧，妖怪，来吧。好啦，别打了，我看你们俩呀都是真的。你。这个老师好厉害呀！非常棒，太好了，很精彩。谢谢何赛飞老师，谢谢。都好。好，完你先休息一下，让我先来吧。好，谢谢。